10年之後，再無親戚可走。作者：微微。不管你信不信，10年之後，或許真就再無親戚可走。我今年76歲了，如今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基本都不聯繫了。我是家裡老大，付出的最多，最後卻沒撈到什麼好，索性就少聯繫，慢慢的也就不再聯繫了。老槐樹的年輪又添了新圈兒，就好像我與這世界的聯繫正一圈圈的剝落。76歲生日這天，我獨自坐在樹下，手機屏幕始終按着，沒有一條來自弟弟妹妹的問候。記得60年前，我們5兄妹曾在這樹下分食一塊桃酥，如今人早已各奔東西，只剩下穿堂而過的風聲。我作為家裡老大，7歲就照顧2妹，9歲背着3弟，16歲輟學進廠，工資全部交給家裡。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冬天，我連續加了1個月夜班，用攢下的加班費和布票給每個弟妹都做了一身新棉襖。過年那天，他們穿着新衣在院裡放鞭炮，我靠在門框上睡着了，手裡還攥着沒來得及包的紅包。2妹出嫁時，我把自己準備結婚用的木頭箱子給她當嫁妝，未婚妻為此跟我鬧翻。她說：“你心裡只有你那個家，根本沒有我。”我沒辯解，默默看着她離開。那時我覺得血濃於水，認定兄弟姐妹是一輩子的情分。5年前，老宅拆遷，弟妹們突然都回來了。3弟說兒子要買房，4妹說女兒要留學，5弟直接拍桌子：“大哥，你沒兒子要那麼多錢幹什麼？”我望着他們熟悉又陌生的臉，突然想起父親臨終前的話：“老大，這個家以後就交給你了。”可他沒說這個家有一天會變成需要分割的財產。最後我把錢平分了5份，自己那份存在卡裡，至今都沒動過。倒不是我清高，只是覺得這錢燙手。他買走了我們最後一點情分。拆遷那天，我獨自回去看老宅最後一眼。2妹夫正在指揮工人拆門窗，看見我尷尬的笑笑：“大哥，你這屋的梁木還好着呢。”我沒說話，從廢墟裡撿出半本相冊。照片上，我們5兄妹緊緊挨擠在老槐樹下，3弟的手搭在我肩上，5弟揪着我的衣角。那年的槐花真香啊，香得讓人忘了時間，也忘了終會有別離。現在我們都住在同一個城市，最遠不過半小時車程，但距離不是問題，只是沒什麼非見不可的理由。去年重陽節，我群發了條問候，只有4妹回了2個字：同樂。上個月社區體檢時遇到同樣獨居的老張，他苦笑着說：“我3個兒子今年春節都沒回來。”我們坐在長廊裡，像2片被北風吹到一處的枯葉。他說兒子們去年為了贍養的事吵得不可開交，最後定下輪養方案，把他像行李一樣輪流寄放。他感慨：早知道這樣，當年不如少操些心。老張望着天空，似乎這樣至少能落得個清靜。他這話讓我想了很久，是不是所有付出最後都會變成埋怨的種子？你越是澆灌，它長得越歪。昨天整理舊物，翻出一沓匯款單存根，最早是1975年寄給2妹的生活費，最近的也是2010年給5弟兒子結婚的禮金。我把它們按時間順序排好，就像在排列我的一生。原來我這輩子一直在為大哥這個身份活着。女兒從國外打來視頻：“爸，來我這兒吧，我給你買機票。”我搖搖頭。我深知我們隔着大洋，隔着時差，還隔着不同的生活環境與語言。今早散步，看見槐樹下有個小男孩在哭，抽噎着說：“我哥哥不跟我玩。”我摸摸他的頭，等你長大了就不在乎了。這話既是說給他聽，也是說給自己聽。其實我早該明白，從父母離去那刻起，我們就從一家人變成了親戚，而從親戚變成陌生人，或許只需幾次利益爭執，
又或許什麼都不需要，只需讓時間慢慢流淌。就像此刻，夕陽把槐樹的影子拉得很長，像是在舉行一場安靜的告別儀式。我不再期待電話鈴聲，不再翻看老照片，甚至不再去計算已經多久沒聽見他們喊我大哥了。人生如樹，年輕時枝繁葉茂，相互依偎，歲月漸長，暮年之時，落葉歸根，各自飄零。這並非薄情，而是宿命。風起了，我拄着拐杖慢慢往回走，身後今年的槐花正在凋落。俗話說，一代親，二代表，三代寥寥寥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來處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歸途。父母是維繫一個大家庭的核心紐帶，一旦他們離去，兄弟姐妹各自成家，重心轉移，原來的大家庭便不可避免地走向鬆散。地理的距離，生活的壓力，還有各自小家庭的利益，都會沖淡原本親密的血緣關係。古人說，生米養恩，斗米養仇。家裡的老大往往如此，付出越多，最後越難有好結果。早期的付出是出於責任與愛，但長期不對等的付出會讓他人習以為常，甚至產生依賴。當某天無法再滿足期待，或希望得到情感回饋時，往往收穫的卻是失望與埋怨。莊子說，哀莫大於心死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經營，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於是聯繫漸漸少了，感情也淡了。不打擾，就是最後的溫柔。恰似辛棄疾曾說，年少不識愁滋味，為賦新詞強說愁。而今識盡愁滋味，卻道天涼好個秋。兄弟姐妹是父母送給彼此最好的禮物，但禮物也需要精心呵護，否則也會蒙塵。有句話說得好，人生如同一輛列車，有人上車，有人下車。兄弟姐妹陪我們走過最長的一段，但終有各自到站的時候。緣起時惜緣，緣滅時隨緣。血脈曾將我們緊緊相連，共同走過一段風雨路程。如今生命的軌跡各自延伸，與其執着於漸行漸遠的背影，不如懷着祝福坦然目送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